币安被罚款43亿，会对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BNB 它下跌的情况。目前呢，从4小时线上看BNB 就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呢，它就下跌了 17.63%， 很接近 18% 的下跌幅度。那可见这个罚款的力度肯定是有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新闻报道好了。当然，我有为各位消化过了，有为各位整理过了。币安呢，其实从去年的这个时间开始，也就是当时 FTX 倒的后面一点时间吧，然后币安他们就被美国起诉了。由于上面的可以进行，比如说非法或者说被制裁的分子的一些交易比如说对美国来说的恐怖组织，比如说伊朗或者说盖达组织等等等的。那还有币安也违反了美国的洗钱或者说非法汇兑等等的。那赵长鹏他本人也有面临刑事指控，而且赵长鹏他很有可能真的是要去坐牢的。我们刚刚有看了一些报道，那这次罚款的43亿 4.3 billion 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币安它有没有挤兑的情况。如果说挤兑，然后币安真的有这种很严重的提款，那么我们真的就要非常非常小心这种黑天鹅，这种非常瞬间的风险很有可能就会像 FTX 当时一样。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Nation 上面的数据Nation 上面呢，币安的存款现在还是有650亿美金的。那650亿是什么概念呢？或者说，在币安的资金水位的变化，它目前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准呢？其实650亿在币安的资产储备上面呢，还算是比较在高的水准上面如果我们看大概几个月前大概3-4个月前的话呢，币安的资产储备它只有400多亿、500亿左右，那现在其实还更多了。那当然也比我们当时 FTX 事件的时候要来的更多。但是43亿美金呢，绝对是非常巨额的罚款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交易所比如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3大所呢，就是币安、OK、Bybit 这3大嘛。那 Bybit 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整个 Bybit 呢，它里面呢也就只不过是46亿美金的资产而已。46亿是什么概念？不是 Bybit 本身所有的资金而是所有 Bybit 用户在这间交易所里面的资金，也就是46亿、47亿左右。那如果说 Bybit 被罚了43亿的话，那肯定是要倒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衡量一下43亿，它在加密货币的行业里面，它是处于什么样子的水准？真的是非常非常天价的罚款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吧 ，OK 也是第2大的交易所，它里面有我记得是120亿对，没错，120亿左右的资金。那对于Bybit 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用户的资产都拿去缴罚款才可以支撑得起。那如果说就 OK 来说的话呢，要把1/3客户的存款拿去缴罚款才可以支撑得起。那如果就币安来说的话呢，那他可能在过去几年的营收拿来缴罚款是可以的币安还是承受得起的，币安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倒。那目前来看呢，也没有在币安出现恐慌提币的情况。而且，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直接就看比特币吧。比特币呢，在消息发布之后呢，它确实迎来了下跌。这波下跌呢，实体部分是 4.6%， 不过我们很快就收了回去如果我们就这个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通道的话，它很快就收了回去。那币安的执行长的 CZ， 他辞职这件事情呢，已经是确定了100%，要不然他不会发文了。而且他已经任命了新的 CEO 了，那可见他辞职这个就是100%的。那其实如果大家有仔细读一些报道的话呢，其实 CZ 他接下来呢都不会再重新回到 CEO 的这个职位了，因为其实美国的这一次刑事诉讼呢，它可以让 CZ 保有他之前持有的币安的股份，但是呢 CZ 他就不会在接下来的币安的职务当中呢担任要职他就不会去担任要职那他其实他也有发文他发文后面呢也有讲到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篇文。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先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我们从日线上看呢，我们之前呢在这里有走一个通道嘛，那这个通道我们之前都没有被跌破的，那现在破不破了呢？其实我们在昨天的影片当中也有谈到，这个通道破不破，它会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行情会怎么走，会怎么发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从4小时来看呢，这个通道它破了没？好，确实，我们这个利空消息发布之后呢，它确实插破了这个通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很快又收了回去，那我认为这个就不算破，就有点像我们当时在这里插了针，那这个算不算破呢？我认为它不算破。那现在呢，我也认为它不算破，至少
当然它接下来有可能破，但是它还没有破，而且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利空了就是币安被罚了一个非常巨额的罚款。那这个罚款呢，肯定对市场会造成影响的，尤其币安又是最大的交易所。那连这么大的利空消息呢，比特币它都不太跌。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跟昨天晚上的时候比较一下，昨天晚上还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呢，比特币大概在37000左右。那这么重大的利空消息出来之后呢，比特币它离昨天的价格呢只差了$500，几乎就没有跌。而且这个消息呢，它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你可以看到 BNB 它就跌了这么多，它就跌了17-18%。虽然说 BNB 它是一个山寨币，但它也是个市值很大的山寨币，它也是前3大市值的山寨币了。那这个跌幅可见，这个判决呢对币安是有造成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它对大盘的影响好像还好。那我们又可以复盘一次，我们之前呢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市场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这里它所走的这段下跌，也就是 FTX 那个时候爆雷嘛 ，FTX 它不能提款，然后倒闭啊等等的，然后 SBF 一连串的事件。那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呢，比特币它确实暴跌了。不过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后来比特币它又重新涨回来了，它立刻又爆了一大根冲回来。那我们后续的这个低点呢，它也再也没有被跌破过。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好借鉴的一个事件或者说行情跟事件契合的结果，我们可以从这里借鉴。那我认为这个低点呢，它如果说接下来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话，它就会成为底了。那我们当时呢也是有继续定投的，继续买比特币的，甚至有抄了一波底。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也可以用一样的情况来类比，也就是我们下跌所产生的这个低点我们抓精确一点是在35633。其实这个点位它就跟前面的互换位是一样的，是重合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位置呢有阻力，然后这里呢有支撑。那可见这个位置它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也认为这个位置它再也不会回来了它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如果说这个位置它能被回来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多头会遇到蛮大的风险，或者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比我们大家预期都要更大的回调出现。好，那其实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现在可以把整个调整的区域分成2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就是从33000一直到35600左右的第一个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走的嘛，就是我们从35500一直到上方38000的位置。那我们其实这么大的一个利空消息，币安被罚了巨额的罚款，而且赵长鹏他因为这个事情呢辞职了，而且他未来也不会再担任币安的要职他甚至本人呢会面临刑事诉讼，也就是他是需要去坐牢的，这很可怕，而且他已经认罪了。那比特币它都还没有跌破这个区间，那可见这件事情对于比特币的盘面呢，或者说对于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大环境呢，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性的影响。那连这么大的利空消息，它都没有办法把比特币的盘面往下带了，那可见目前的盘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劲的。那昨天晚上其实我也是盯盘盯了一整个晚上真的盯盘盯了一整个晚上。你可以发现呢，我们昨天呢基本上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这里当时呢有一些消息出来了，包括我们一些社群我甚至也有在我的 Twitter 上面有说到当时在昨天晚上也没有很晚就是11点12点的时候当时我就有发文，就有说到了币安它会被罚款43亿美金。然后赵长鹏他的这篇发文呢是在凌晨4点多吧，就是我们东八区的是凌晨4点多。那当然他不是住在我们东八区的，赵长鹏他不是住在东八区的，所以4点多就是在这根 K 线嘛，这根 K 线。那这根 K 线出来之后呢，比特币它就开始疯狂的下跌，因为赵长鹏他自己都发文了，也就是验证了之前的消息、之前的传闻。那下跌之后呢，我们到了前面的支撑，找到了支撑之后呢，就开始往上反弹了。所以基本上昨天的盘面呢是完全围绕着消息面在做波动的。那昨天我当然自己也有去抄底了一些现货，抄底的价格呢也不是太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在36000到36500的这个位置。如果你现在买的话，跟我有一点点距离了，但也没有差到太多，因为我就是在白色的框框去又加仓了一些比特币的现货。好，那我们来很简短的看一下 CD 的这篇发文吧。今天呢，我从币安的 CEO 执行长的职务呢辞职了。那不得不说呢，这是非常难做的决定在感情上是非常难做的决定，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他必须服从美国的这些
对他后续的安排嘛，他确实做了错误，他在这里也说他有做了错误，那这跟他之前的口径其实是不一样的，他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起责任，而且呢，这对我们社群来说呢，对于币安来说呢，甚至对于他自己来说呢，这也是最好的选择。币安再也不是一个婴儿了，而且这是时候让他离开执行长的职务了。那他也认为呢，币安在未来的时间呢会成长茁壮，然后会更进一步。那他也甚至任命了新的 CEO， 连新的 CEO 都出来了，那他就不可能再复辟了，他不可能再回到原本的职务上了。这个 Richard Teng，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我自己是已经追踪他了啊，大家也可以追踪他一下，因为他会是新的币安的 CEO 啊，连他的自介他自己都写上他是币安的 CEO。那他也是个华人啊，大家可以去看他一下啊。他未来我相信也会在我们加密货币的行业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人是什么来头呢？他是前任的全球区域市场部的主管，那他会担任新的 CEO 啊。那 Richard 他其实在过去呢是主要处理币安在面临监管上面的一些问题，那他也有很多处理监管上面的经验。那我相信这也是赵长鹏会任命他为新的 CEO 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他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或者说币安就是因为监管这件事情出现问题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过去的资历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明。那赵长鹏他未来会做什么事情呢？那其实他自己也有谈到，他未来可能会做一些其他项目啦，或者是说投资者啦，玩 DeFi 啦，等等的啊，也就是他未来的规划并没有很积极的跟币安相关。这个其实跟美国的判决其实也是不谋而合的，就是他未来可以继续持有币安的股份，但他不能再担任币安的要职了。当然 CEO 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大概是这样，他后面还有提到 Funds are safe， 也就是你的资金呢依然是安全的。那这篇我认为非常值得大家读一读，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如果大家想要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也很欢迎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新用户质押$500一个礼拜，你就可以获得$60的现金，而且可以直接提币，完全不用交易。好，非常感谢各位，拜拜。